我给村里做了10年豆腐，省城餐厅抢着买，可新来的经理嫌我慢，当众把我做好的豆腐倒进泔水桶。沈清河，你被停职了，全场1天600斤，你站着点浆房，慢得像蜗牛。豆腐不是越快越好。又来了，老手日人最会拿祖宗规矩压人。厂子要赚钱，浆试好可太慢了。你们尝尝。明天起，石膏点卤，机器搅拌。你去包装车间贴标签。你让我去贴标签？对，你不守传统吗？那就去把传统工艺4个字贴漂亮点。石膏不是不能用，可拿石膏豆腐贴酸浆传统标签是糊弄。你少给我扣帽子！香味儿，我看是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从现在起，点浆房封了。早这样不就完了？沈师傅，不好了！点浆房刚封，母浆就没了，你说巧不巧？沈师傅，今天的豆腐呢？豆腐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厂升级工艺，保证供应。沈师傅亲手做的吗？一个师傅而已，没那么重要。白水湾豆腐靠的是品牌。沈清河，你最好想清楚。不是，沈清河。从今天起，白水汪厂里的豆腐，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离开厂子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豆腐可以换包装，手艺可以被赶走，但顾客的舌头骗不了。沈师傅，你别走，母浆的事儿我去查监控。查到了也别闹，报警也好，报村委也好，按规矩来。你不生气？生气，但生气不能当证据。沈师傅，我一定查清楚。看见没有？机器一开，产量马上上去。一个沈清河走了，天塌不了。罗经理让我来帮忙，我跟沈师傅学过，懂一点。年轻人就该有上进心，别像有些人抱着旧木桶当宝贝。罗经理，我早说了，酸浆没那么神，拿到母浆照样做。明天开始，包装上继续写传统酸浆风味，客户认的是白水湾。那沈清河呢？他镇上摆个小摊儿，3天就知道现实有多难。大奎哥，这味儿咋有点怪？你懂什么？酸浆豆腐本来就有酸香。没人知道，这4个字从这一刻起，正在被一锅失控的豆花拖向危险边缘。沈师傅做的。厂里说工艺升级了，沈师傅暂时不负责。暂时？退。唐师傅，一口就退？不是白水湾那口味。唐师傅，客人已经到了，那道清汤嫩豆腐是专门点的。沈清河去哪儿了？你真要在这儿开豆腐房？现在谁还买手磨豆腐？有人记得这个味儿。清河，你咋跑镇上来了？婶儿，尝尝。哎呦，这不是小时候过年那口吗？给我来2斤。1斤12，超市才几块。你吃超市去，这豆腐炖鱼不碎，凉拌不腥，12咋了？沈师傅，今天还有多少？你是云水宴主厨，今晚那道清汤嫩豆腐只认你的手。沈师傅，我要30斤。不够。啊，20斤也行。不全卖你。清河，人家省大饭店急用，你先给他。他们先来的，今天我只卖10斤给你，剩下的留给镇上客人。沈师傅，你这个脾气，怪不得罗建明容不下。你知道，后厨的人都知道，白水湾豆腐换了，一尝就露馅。以后云水宴每天要货，量你定，价格你定，但豆腐必须是你这口味。我也有要求，不催格样，不让我贴白水湾厂的标签，我的豆腐就写清河手。被村厂赶走的豆腐师傅，开张第1天被省城民厨堵门。这剧本吧，看豆腐不像真假的。求地址。第1天卖光不算本事，天天不糊弄才算。地皮厂培养你，你转头单干，村民还等着分红呢。清河，你看他们咋说你的？
沈师傅，网上说你蹭白水湾品牌，你回应一下。你今天卖高价豆腐，是不是利用情怀割韭菜？清河的豆腐就是好吃。第一，我没有冒用白水湾厂的包装；第二，价格明码标价，顾客自愿购买。什么记录？白水湾酸浆豆腐不是某个人嘴里说出来的，它有来处，也有记录。这张照片是……白水湾酸浆豆腐不是我蹭来的，也不是厂里某任经理凭空造出来的。白水湾的牌子属于村里，我认，但酸浆卤点卤村办厂的。那这手艺后来才变成村这门手艺，也不是一句效率低就能否定。有账本，有老照片，这才叫传承。人家没用原厂包装，怎么叫蹭？我想看厂里现在到底是不是酸浆点的。别被带节奏！厂里现在到底怎么做的？厂里不愿等呢，厂里唯一的。罗经理，现在怎么办？他拿旧账本卖惨，我们就拿销量说话。消费者最后看的还是钱。小周，你现在是技术员，不是沈清河的传话佬。我只对产品负责。您坚持发货，就请按流程签字。发。这个便宜，老牌子还打折，先囤几盒。看见没有？市场已经给答案了。罗经理，先召回同批次产品。召回？你知道召回意味着什么吗？甜品嫩，遇刺发硬，有苦味，汤一煮就散。罗经理，平台客服让我们提供批次记录和检测报告。先召回同批次产品。召回？那就是承认问题。差评能不能先压下去？压不了，投诉涉及食品，平台要求我们正式处理。建明，团购投诉怎么回事？陈书记，个别情况正在核实。你马上停止同批次销售，配合平台处理。要不把问题推给沈秀说，网上争议影响消费者判断。产品批次发货记录都在厂里，和沈师傅有什么关系？接到消费者投诉，请配合检查生产记录、进货账流样和原料仓库。同志，我们一定配合。只是这批豆腐可能是运输温度问题，原因需要调查，不是现在下结论。这不是我们故意的，是供应商的问题。你们做过进货查验吗？我提醒过要符合批号，依法封存问题批次，暂停相关产品生产，配合调查，通知召回。咋还惊动市检了？不是说机器先进吗？这下白水湾名声完了。清河，村长出事了，人都没大事吧？听说去看了，暂时没大事。那就好。产品出了问题，最怕的不是犯错，是犯错后还想遮。沈师傅，听说你们现在完了，你是不是早知道他们会出事？买豆腐排队，不买豆腐让一让。给我切一块，不用多。老人家，味道不合适。你爷爷是不是叫沈百川？您认识我爷爷？30年前，我逼我做了一碗热豆腐脑，什么都没放，只浇一点酱油。你吃完，第一次觉得人还能被一口热东西救过来。我做的还不如他们。你有空让我女儿来看看你的豆腐房，能不能进靠你自己。沈师傅，我是综合采购总监林若霞，明天方便审厂吗？方便。但我先说实话，我这里不一定达标。敢先说达标的供应商，我还是第一次。先进了审厂再说。酸浆没稳之前，豆腐不能急，人也一样。口感很好，豆香干净，回甜甜自然，没有多余涩味。但你的生产记录不够规范，清洗区和包装区分隔不够明显，冷藏柜温度记录不连续，味道满分，作坊不合格，进我们门店。每一盒都要可追溯、可复核、可召回。林总，他做的豆腐真好，你们不能给个机会吗？正因为好，才不能仓促上架。好东西如果没有管理保护，出一次问题，毁得更快。给我1周，1周很紧。我不保证一定达标，但我保证每一项整改都有记录。好，1周后复验，通过我们谈独家供应，不通过合作暂停。我还以为今天就能签合同。他说的对。你要卖，那是你爸的遗物。我爸要是在，也会让我先把豆腐做好，日期加锅号。麻烦是给问题留路，真有问题能找回来。沈师傅，这是我整理的食品生产记录模板。厂里停产，我暂时没事儿。以前我没能帮你说话，现在我想帮你把这条路走稳。进来。
真要进松河？那就让他1周后没人可用。他想进松河，也得有人帮他撑到那天。我不会点脑，洗豆切豆腐总会。做豆腐房辛苦，凌晨2、3点起。我这把年纪睡也睡不长，能学门手艺比打零工强。先学洗手，你别嫌麻烦，他现在比医生还认真。入口的东西就该认真。清河，我明天不能来了，后天就复演了。你这时候走，清河一个人咋忙？家里有事儿，算是吧，对不住。李婶儿，是不是有人找你了？罗经理托人带话，说厂子整改后还要开，愿意给我双倍工资，这不是挖墙脚吗？你想去吗？我男人身体不好，我没法不动心。去吧，人先顾家，没错。这个是今天下午有人让我夹在门缝里的，我没敢告诉你。最近黑铁来的太准了，哪天出豆腐，哪天复演，好像都有人提前知道。咱们这儿有内鬼。沈师傅，今天还送云水宴吗？明天松河是不是来？计划改了，今晚10点送货，走西街。哦，那你们送货时间没人知道。想知道谁在绞盘，得先给他一条路走。我就是帮忙接个货，我不知道是假冒的。今晚我们没有西街配送，也没有这批编号。我就是帮忙送个货，我不知道是假冒的。今晚我们没有西街街谱送，也没有这批编号，包装地址、批次码、联系方式都对不上。大奎以前跟你学手艺，现在还害你，是不是他？要看证据。明显不等于能随便定，该怎么处理就按规矩来。地方不大，但该有的控制点都有了，记录手写不过清晰完整。省城配送，我已经联系了有资质的冷链公司，合同在这里。今天的豆腐谁点的？我。你得有后备人员，有培训计划，有质量标准。我可以从小量做起，做不到的量我不接。你试供。你真不考虑用白水湾做主品牌，认知度更高？白水湾这3个字现在需要修，等有一天我能带村里人一起把它做干净再用。这就是高端超市抢着卖的手工豆腐，大家敢吃吗？当火就塌，食品还是得看大厂。这视频一看就是故意的，只拍旧墙，不拍现在的新台子。沈师傅，综合需要你的说明，我们可以暂缓扩量，但不能不处理逾期。我明白。这个角度是整改第3天拍的，那天来过的人不多。先发事实，这间铺子刚租下来时确实旧，旧不等于脏。整改前的问题我们没有回避，整改后的资料也欢迎依法检查。旧画面吧，这个回档比爆料清楚多了。回应归回应，今天的货不能乱。这才是完整过程，拿旧画面剪人也太脏了。沈师傅，我想跟你学做豆腐。学豆腐很苦，我不怕苦，先学洗豆，再学洗桶。半年之内别想着碰铜勺。这就拜上师啦。师傅，成交。师傅，坏豆怎么挑？先记住，坏豆不是少数，人也是，所以做事要有筛子。师傅，酸浆为什么不能给固定比例？因为豆子每天不一样。那我们记录稀疏粒、浓度、温度和成花时间，先见范围。你想把手艺写成表？不是替代手艺，是让后来的人少摔锅。做豆腐搞得像考大学，咱们以后要是做合作社，这些都是底气。看谁出？厂子还开不开？分红咋办？大奎，你跟清河学了2年，他亏待过你吗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拿母浆？我想证明我也行，我不想一辈子给他打下手。想出头没错，靠偷路就歪了。我会被抓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找沈师傅。师傅，母浆是我拿的。你为什么？我以为拿走它，我就能赢你。你拿走的不是酸浆，是你自己的路。我还能回头吗？先把该承担的承担完。建明，你不是没有能力，你错在太急，错在把食品当报表。我接受。厂里的供应商资料、客户名单、设备说明我整理好了，现代化没错，错的是没敬畏。
清河，这样下去，一年真能挣上百万。先把今天这盆坏豆挑干净。清河，我还能回来吗？能，但规矩从头学。之前这事儿我不翻旧账，以后的事不能糊弄。我学。陈书记，先喝点热的。当初你调岗，我没及时站出来，是我这个老支书没做好。那时候大家都想厂子多赚钱。清河，不是请你回去救旧厂，是想请你带大家重新做一条路。我不回去当厂长。清河，你不回去，那村里咋办？我也不救旧厂。旧厂的问题不只是罗建明一个人，权责不清，品质没人真正说了算，村民只看分红，管理只看产量。合作社，农户种豆，合格好豆高价收，不合格的不能进豆腐坊。你不管钱，那你图啥？图门手艺别断，图白水湾的拍的牌子能干净回来。每一盒豆腐扫码能看到黄豆来自哪块地，哪一锅做的，谁点的浆。年轻人愿意回来，这是好事。但我有条件：第一，不拿石膏豆腐冒充酸浆豆腐；第二，没学会的人不能独立上锅；第三，谁掺坏豆改记录改量乱做，退出合作社；第四，所有问题依法违规处理，不遮不躲。还有第五，村里不能今天请我，明天又嫌我慢，要做就按这条慢路走。慢路如果走得稳，就是长路。我今天回来，不是来煎摊子的，我是来问大家一句：你们到底是想再赚一次快钱，还是想把白水湾豆腐重新做人？清河，你说合作社高价收好豆，那标准谁定？标准提前定，检测公开，水分、蒙化、杂质品种都写清楚。合格的高价收，不合格的不能进豆腐坊。那不合格的豆我卖给谁？可以分级，不是分级路，一级做嫩豆腐，二级做豆干或豆浆粉。食品安全这事儿软不得。我不会点浆，年纪也大，还能进合作社吗？能。合作社不是只要大师傅，每个岗位都有标准，有记录，也有责任。那我还能挣钱？只要按规矩做就能。你年入100万了，还回来带我们，是不是以后要拿最大头？这个问题该问。农户拿原料收益，工人拿工资和绩效，合作社留公积金。我不涨财务，不单独定价，私自张转一定配。这次白水湾吃亏就吃在糊涂账，以后账不糊涂，人心才不糊涂。我今天来不是替自己辩解，清河，当初我羞辱你，调你去包装车间，说你效率低，是我错了。我把大家能用的你们依法合规用，把3冒2都归用，不能用的就当教训。你最该道歉的，不及我。对不起，错了就认，认了就改。以后白水湾怎么走，看大家。师傅，开始了。真正难的才开始。今天是大日子，不热闹热闹？牌子不是靠红布一揭就立起来的。第一课，洗手。沈师傅，我们不是来学豆腐的吗？对，所以先学洗手。这也太严格了。桂芬婶，严格不是为难你，是保护你。哪一盒豆腐出问题，记录能证明你做了该做的。沈师傅，这比训练还磨人。训练是让你自己能扛，做食品是让别人吃的放心。今天只看不上手，手艺不是抢来的，是等出来的。别急，先一勺，等锅面回来。我点坏了。失败的味道也要知道。沈师傅，你别让我点了，谁第一锅就行。我16岁第一次点浆，酸的我爹3天没让我碰手。失败不可怕，怕的是失败了不记，下一锅还错。别急着高兴，记这一锅，半程也是路。我真的能学会？能。酸浆不问年纪，只问你肯不肯等。清河，满仓叔的豆先给我记1级。水分超标，不能按1级收。清河，你这是拿我开刀？不是拿你开刀，是拿标准开头。我种了这么多年豆，你还能信不过我？我信你种豆辛苦，但入口的东西不能靠信。不服可以复检，复检还是超标，就不能进嫩豆腐线。这批不能做嫩豆腐，可以晾干后复检，合格再进2级加工，不合格就不能进食品线。昨天是我火气大，豆好价就好，豆不合格谁的都不行。沈师傅，准备好了吗？合作社第一批豆腐可以上架了。准备好了。
师傅，2号桶温度异常，高了4度。酸味符不沉，活性偏燥。有人动过。不是人为就好，不是人为也不能当小事。照亮取井水，李婶备小锅，王桃记录每次调整。今晚手桶。能不能加快降温？不能猛降，酸浆是活的，猛降容易伤。继续，酸浆不会撒谎，我们也不能糊弄。成了。按调整后的记录来，每5分钟复合一次。首批出库，记录完整，记上。2号桶异常，整夜调整，首批显过。这个就是网上那个酸浆豆腐啊。还能看到哪块地的豆，谁点的浆？真正愿意为品质付费的人，不怕你讲清楚成本，我怕的是他们买回去失望，所以别让他们失望。明天几点到？我给我妈买，明早10点半左右。当天做，当天到，继续守住。卖空不是终点，明天还要一样好。这豆子是我家的。显摆啥？谁不知道是你家的豆？以前卖豆只觉得是粮食，今天才觉得它真变成了牌子。酸浆不会撒谎，人心稳了，豆花才稳。沈师傅，我们帮你一晚卖5万盒，现在流量来了，得接住。5万盒啊，清河！我们一天能做多少？稳定600斤，极限800，但不建议。那就按600。你们可以找代工啊，配方你出，产量我来。我们的产品定位是当日手工酸浆，不做不受控代工。你们太保守了。可能吧。这可都是钱。沈师傅，我准备给你们更高单价，不加量还涨价。对，优质供应，不靠压量赚钱。你们守品质，我们守价格。师傅，这才是让认真劳动有体面回报。豆腐卖这么贵，普通人吃不起。那就分3条线，3条线都要有批次，不是便宜线就能松标准。这才对，牌子要往上走，乡亲也不能吃不上。这个也能扫码？能，成本价也一样有记录，吃进嘴里的东西不分贵贱。清河又上热搜了。别这么写，像作秀。改成规则公式，不讲个人故事。好事不怕公开，怕的是好事只靠人情记着。公开规则比卖惨强，制度做好比人设更稳。按这个数据，我们建议尽快扩店，至少翻1倍。现在不能翻倍，我支持他。我们要的是能卖10年的产品，不是3个月的爆款。他知道边界，这比绘画笔重要。原料、人工、检测、冷链、工艺供应、合作社流全都列出来。你们看清楚，不是清河一个人拿钱。豆腐卖的贵，不代表钱都进了一个人口袋。账摊开，大家自己看。师傅，有人投诉我们侵权。他们连白水湾在哪儿都不知道。他们是抢注，时间在我们挂牌后，还不是最终核准，可以提议。需要什么证据？证明白水湾豆腐的在先使用和地域关联，越老越真，越有章越有用。白水湾这3个字，不是他们网敲出来的。我这儿有20年前给村长供豆的收据，我字不好看，但这章是真的。品牌保护不能商标、防伪、版权、地理标识都要一起补，这事儿你负责。你比我懂。沈师傅，你们产量小，守着名字也赚不了多少，不如授权给我们，1年固定拿钱。你们用酸浆点卤吗？我们有成熟复合凝固方案，稳定高效，适合全国渠道。不谈了，你们等着下架吧。我们不是豆，我们是手。平台恢复链接了，我就说他们是假货。防伪码已本定批次，以前只要锅稳，现在还要牌子稳，手艺要写在纸上才传得远。还有没有？后面还等着呢。许强，这桶是几点出的？6点半。6点半这一锅只有3桶，已经全部入冷藏。你手里这桶编号是5点40，就差几10分钟，又没坏。看着还好好的，赶集人多，你改了标签。我也是为了合作社多卖点，今天赶集人都排着队，倒了多可惜。为什么改？我不想浪费，以前厂里也这样，谁会查这么细？以前厂里为什么出事？你忘了？
这桶停止销售，许强停岗再培训1周，内部通报，问题复盘。你这是拿我立规矩？是合作社刚起来最容易心软，今天不利，明天就没人信记录。这种事说出去，会不会让顾客觉得咱们有问题？不说人名，不扩大化，只说我们发现问题，主动停止销售，完成复盘。透明不是丢脸，是证明系统在起作用。错了要承担，但不能拿一个人记齐。规矩是让人改，不是让人没路走。以后不是我一个人盯着，是制度一起守着。我以前觉得记录就是给领导看的，现在才明白，那是给顾客看的，也是给自己留清白的。我错了。回清洗区，从第一步重新来。人会犯错，所以规矩不能睡着。沈师傅，我们全国300多家门店，第1年采购额至少800万。我们认可白水湾品牌，也愿意给高价，但餐饮连锁需要稳定，保质期至少7天，口感可以略微调整。怎么调整？增加包装杀菌工艺，调整凝固方案，让豆腐更耐运输。清河，要不做一条新线？这么大的订单，村里能多分不少。保质期7天，如果合规也不是坏事吧？杜总，你们要的是白水湾的味道，还是白水湾的名字？商业上两者都有价值。如果为了7天保质期，豆香变淡，口感变硬，酸浆风味变成宣传词，消费者未必分得出来。我们分得出来。沈师傅，市场不是靠情怀运营，你们要共富，要发展，不能永远守着小锅。你说的对，不能永远守小锅，但也不能把根换了，还说自己是那棵树。合作社可以研发适合餐饮的豆制品，但不能用白水湾酸浆嫩豆腐的名义销售完全不同的产品。要做新产品，另立标准，另有名称，另讲工艺。你们这是拒绝800万？是拒绝把顾客认知混在一起。浅水湾刚把牌子洗干净，不能又把它卖糊涂。希望你们以后不会后悔。 800万啊！咱以前1年累死累活也见不到这个数。清河，咱是不是能换个名字做？800万能让多少人多挣点？这不是清河一个人的事儿，合作社的路要按章程走。想共富，就要一起认账，也一起认路。钱不能不要，路也不能乱。新线可以试，但不能叫酸浆嫩豆。但边界要写进制度。换个名儿讲清楚，就不算骗。名字、标签、工艺、销售页面全部分开。发展不是把老味道卖掉，发展是知道什么能变。 什么不能变？第一条，白水湾酸浆嫩豆腐不得与其他工艺产品乱用包装页面和溯源码。写清楚也好，以后别再让人拿名字绕咱。这样顾客看得明白，咱心里也明白。章程写进去，就不信今天情绪上，以后谁想改也得全社员同意。以后我们可以做新东西，但不能拿老名字。我们给了白水湾很好的全国化机会，但他们似乎还没准备好进入现代商业。800万不要，这不是耽误村民挣钱吗？他咋不说自己想拿咱名字卖7天豆腐？别炒情绪，发章程，讲清楚7天豆腐不是错，错在混着卖。 这2种豆腐都可以合法生产，但它们不是同一种东西。我们不是说7天产品不能做，我们说不能把7天餐饮豆品说成白水湾当天酸浆嫩豆腐。我们不是不要钱，我们是不能让顾客花钱买一个名字，吃到另一种东西。不是拒绝800万，是拒绝挂羊勺还会点浆。我这是给顾客点明白。生产区不能直接进，先登记换鞋套。你们现在网上关注度高，可以纳入镇里的乡村体验路线。游客不能进流水线，可以建透明参观通道。游客隔着玻璃看正式生产。体验区用小石磨和演示锅，不碰正式产品。这里做体验区，游客从侧门进。咱刚稳下来。 别又把步子迈大了。研学不是让游客乱进来，是把已经会来的游客挡在生产线外。体验区能挣钱，也能保护生产区，只要不影响生产，可以试。游客从侧门进，侧门出。体验区工具单独消毒，不碰正式。可以立项，但建完要验收。体验完可以吃可以，但做给顾客吃的那条线，谁都不能踩。妈妈，豆腐就是洗豆子呀。我们平时只看见超市里的豆腐，今天看看它从哪里来。 豆腐好普通啊，怎么这么慢？普通的东西才要认真做，你手里这一把要走很远才能变成一口豆腐，尝尝时间的味道。阿姨，酸浆是魔法吗？不是魔法，是时间。不是魔法，是时间。这趟来的值，这才像真正的乡村体验。 白水湾把食品安全讲得很明白，值得来。下午4点能去体验区推石磨，晚上豆腐宴要提前预约。师傅，预约快满了，要不要开加场？不加，预约满了就停。热闹可以等，豆腐不能急。这个豆最后会去哪家店？扫码能看到这。我家东坡地现在成网红地了，还有人专门来看黄豆。你可别飘，豆子晒不干照样退。那不能，我现在比青鹰还怕坏豆。打卡地可以热闹，验收区必须冷静。 反正游客看着做的，卖了不浪费。这盆不能进包装区，体验区不是标准生产区，不能进入销售。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挣钱机会都被你卡住了。游客都看着做的，应该没事可惜的。这条线今天正好说清楚，体验是体验，生产是生产。体验区的豆腐没有按正式批次走完整流程，不能贴销售标签。那这盆就倒了。能内部试吃就登记试吃，不能留就按废弃处理，不能卖。表演可以热闹，入口必须清楚。
这个不拍。沈师傅，这个标题有冲突，有传播点。冲突是真的，但打败全村不是真的。流量来了，人心散了，这片子就白拍了。可以叫一勺酸浆，一村生计，这个也有质感。别打扰，就拍他们平时怎么做。他的故事能讲吗？背叛后悔悟很有戏，可以讲事实，但不要羞辱人。我以前以为手艺藏在那桶酸浆里，后来才知道，手艺藏在每天不敢偷懒的手上。这样讲比骂他有用。不是复仇爽文，是一群人重新把饭碗端稳。师傅，你看，观众也不只是爱看吵架，人都爱看真东西。我想把以前没学会的补上。你又来干啥？这是以前厂里整理的白水湾老照片和客户信，没来得及用，现在该交给合作社。我不是来求原谅，我想报名试训，从清洗区开始。你真能从刷桶开始？你真能从刷桶开始？能。刷不干净我可骂人。该骂。合作社不需要赎罪表演，需要你把该做的事做到位。报名不等于利用，试训不等于上锅，先看纪律，再看手。想学铜勺，先学水池。连桶都不愿意刷的人，别碰锅。120个，只收20个。传手艺不是招热闹，愿意慢的人，明天凌晨2点半来。都论职了啊！别看我平时好说话，今天谁少洗一步，我真记名。指缝、指甲、手腕，一个都不能偷。手冷就甩一甩，豆不能少挑一粒。入口的东西，不听你喊累。赵师傅，正式上岗。先不看展示，先看你们日常记录。重洗。评讲的是手工传承，但现在有电脑，有二维码，有制度。你觉得这还是传统吗？传统不是不变，传统是知道为什么不能乱变。咋了？酸浆不对。我发现3号桶昨晚清洗后回温慢，记录里少了1次负荷，可能影响了今天的酸浆环境。今天这桶不进评审样品，异常先隔离，原因先查清。评审可以看我们怎么处理问题，不是人为破坏，是流程缺口，问题不大，但入口的东西不能靠侥幸。清洗区复盘我也在班上，我没有发现缺口，是我的责任。知道哪儿错，比装没错强。非遗工坊不是永远不出问题，关键是问题出现时有没有人敢停，有没有记录能追。入选了。